其实肝不断在给我们很多警讯，我们都忽略掉而已。如果那你就要小心了，代表肝已经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了。是。琼芳，自从加入下班经济学之后，你有更养生吗？有啊，有，对啊，而且都会去重复看，这样子提醒自己到底医生讲了什么内容。因为其实中医里面有很多的理论就讲到，就是不同的季节养不同的地方。听说春天要养肝呐，但是到底要怎么养肝？然后怎么样才是又经济实惠而且又有效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迷系列邀请到的是中医师陈志佳医师，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医师要教我们就是春天怎么养肝嘛，对不对？对。那为什么春天养肝呢？对，问得非常好哦，因为我们一年四季有不同该养的地方。那一年四季的气，你去观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人体的气也是一样，春天的气就要从冬天藏进去那个营养很温暖的气，要把它生发出来。那生发的过程中，如果不顺的话，那气生不来，就会有很多疾病会跑出来，包括过敏的疾病。像为什么春天很多人鼻子会过敏？那为什么很多人春困？因为气没有出来，春天就会想要睡觉。对，那所以春天就非常重要。是，那为什么归肝来管？因为春天属木嘛，肝属木，互相呼应。再来，我们中医讲肝为将军之官，指挥官如果出错怎么办？小兵没有出来，抵抗力就会不好。是，那医师，我们知道中医是不是很讲求望闻问切哦？就是说从外显征兆看得出肝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有5大外显警讯？对，因为中医我们讲说有诸内必行于外，五脏六腑怎么样，大家在脸上或身体都看得出来。然后又讲说望而知之谓之神，这个看到你就知道什么疾病，那就跟神级一样的人物一样。所以大家已经把它记下来，看到有这样的症状的人，你就可以猜一下，你肝可能不好哦。第一个就是脸色比较灰暗，会有很多颜色嘛，像比较偏黄的，就可能肝已经坏到一定的程度就偏黄。但是初期呢，你就觉得它有点暗淡无光，就像可能去工地工作，然后满脸都是灰尘，光亮透不出来，有点灰灰暗暗的，甚至有点油腻的感觉，亮得很不自然，觉得它脏脏油油腻腻的，对，那种就最初期有点像肝气郁结，它的气已经不顺了。那再严重一点呢，闷久了就会有火，所以我们在看脸部的一些痘痘啦、痤疮、暗疮，它会长在脸部周围，所谓周围就是发际。到鬓角，到脸的外围，到下巴，甚至有的延伸到脖子，然后最后到胸背部都有。这些比较偏肝有问题的人，当然有些特定年纪，像青春期小孩，这些都会长。各位家长也不用担心，以为小孩肝怎么了？我是说，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以后，还在长这些地方就很奇怪了。然后呢，我们中医师呢是最容易被吐舌头的一群人，因为每个都要看舌头，所以大家起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舌头。如果你吐出来，发现你的舌头已经看不到舌头红红的地方，一层白白的、厚厚的，甚至有点像发霉，甚至发黄，代表体内湿热已经很多了，那就是脾已经虚掉的问题。脾虚了，肝一定会作乱，肝有可能就会发炎。那再严重一点呢，你虽然看得到舌头红红的，但两边2条紫紫黑黑的，那就肝经的地方，代表你已经气滞血瘀了，就离长东西不远了。长东西不远了，已经气滞血瘀了。本来无形的气结，到最后变有形的积滞嘛，积滞多了就会长坏东西出来。更恐怖的就是你的手掌打开，发现你的手掌外围一圈红的非常奇怪，红的非常奇怪，这一块是不是？你肝得很好也还好啦。对，像我们都偏红润嘛，但有些人中心白的，外面很红，而且那个红可能比女生的口红还红。有这么红吗？有，你就觉得那个红好特别，那你就要小心了，代表肝已经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了。是，到这么红，大概都已经纤维化，已经有病变了。是，不过现在人很难说啦，有的很满陪，都拖到这样才说，手这么红，到底怎么了？去检查完了。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不过医生，我们听说肝其实就是沉默的器官嘛，可能往往发现都已经到比较后面的阶段了。对，那有没有是我们身体哪一些部位疼痛，
是发出警讯，我们可以来做观察的呢？对，那其实说肝是沉默的器官，其实肝不断在给我们很多警讯，我们都忽略掉而已。就像刚刚讲，我们起床吐舌头啊，看看自己的脸啊，哪里有长痘痘啊。那其实因为肝本身神经不多，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在痛。那肝一旦痛起来，代表它已经长大去压到其他的组织了，其他组织在痛，你才会发现。那我们肝在我们肋骨下缘偏右边这个地方，一块大的肝在这里。当它肿胀，大家想一下，它往下挤到哪里？往下挤到我们的肠胃、肠子啊，往后挤到我们的肌肉啊，往上顶到横膈膜。是，所以往上顶就会觉得胸闷、胸胀，往后顶会觉得腰酸，往下顶也可能会觉得腰酸，甚至小便出现问题。那往左边顶呢？顶到我们的胃嘛，所以有时候一初期呢，大家会觉得胃好胀，吃饱就肚屌所以其实要注意一下右边是不是也有问题了。是，对，因为这里面包括刚刚医师有讲到的，就是腹闷胀感，对，然后还有腰酸背痛，可是肩膀的酸痛，右侧这个也是一个征兆。对，第一个就是它的神经会连到右肩这边来嘛，整个右边的胸腔这个地方。那第二个呢，它如果长得够大，一直往上挤，横膈膜顶到肺，那在上面就肩膀了嘛。对，所以整个右边都会觉得非常的闷闷的不舒服，甚至痛到肩背部这个地方来。对。那医师，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觉得说应该还好吧这样的习惯，但其实它是很伤肝的，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对，大家都会知道酒精是一级致癌物嘛，它就直接引起肝的病变最重要一个东西，大家都会小心。但是为什么讲说中医看的观点跟西医有点不一样？中医第一个讲肝主情志，就跟情绪压力有关系。那很多人呢，因为现在环境的关系，不敢跟老板生气，回家不敢跟老婆生气，还要受小孩的气，都往肚子里面吞了。这个肝气郁结以后久了，本来是无形的气结，久了就会长有形的东西出来。对，所以第一个呢，情绪不好的人，而且爱容易生闷气的人，对，绝对是引起肝脏出现问题最主要一个原因。那我们讲肝跟脾，肝木克脾土，所以肝容易克脾，木克土嘛，所以肝脏就会去欺负我们的脾脏。就像说这个社会上肝脏就很像我们社会上的坏人一样，脾脏就很像警察一样。当我们脾脏弱掉的时候，坏人就会作乱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就要想什么情况下脾脏会弱掉？现代人最重要的习惯就是爱吃甜食。爱吃甜食。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情绪不好，爱生闷气算了，吃点甜食开心。对，脾又弱掉了，肝气又郁结了。那当我们的肝跟脾失衡的时候，肝脏赢过脾了，脾没办法去管住它，肝脏就会作乱。因为其实我们相关经济学呢，这个最受欢迎的部分大概就这里，保健肝脏、清肝最好的10大食物。今天要请医师来帮我们来说明第一个，缺血膨肉跟猪肝，到底它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体呢？血液对肝来讲就非常重要，你要不断有源源不绝的血液去滋润我们的肝脏，当它不足的时候，肝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补血。那很多人会说，那我多吃点樱桃一些植物性的东西来补血就好。那其实动物性的铁跟植物性的铁，它的吸收率差大概30倍以上，所以动物性的比较好，动物性比较高。但又会讲到说动物性的会不会胆固醇过高、油脂过高？大家量力而为就好，也不是说你就放弃植物性，而是说你真的很需要的时候，要很快的补回去。当然红肉、猪肝最快，或者一些海鲜类的东西，又有锌又有铁，那就比较快。那再来第二个，清肝降火，就可以吃一些苦瓜芦笋、菊花茶等等的。对，当你觉得最近压力很大，工作很忙，压力很大，情绪没办法释放的时候，又觉得起床怎么舌苔黄黄腻腻的，整天口干舌燥，又冒痘痘，代表你的火已经非常大了。这时候要吃点退火的东西，像苦瓜、芦笋。说你要优雅一点，泡个菊花茶也可以。是，那接下来看一下疏肝来解那个郁气的，包括玫瑰花茶跟薰衣草茶。疏肝解郁意思就是说你的肝气已经郁结了，代表说你的情绪已经卡在那边过不去，我们就给它一个力量嘛。玫瑰花茶它有疏肝气的作用，那薰衣草茶它有安神让你快乐的一些作用，忘掉一些烦恼。是这2个喝了以后，肝气就疏通了。那刚刚医生讲说爱吃甜食会伤肝有没有一些食材是可以去代替的？爱吃甜食，因为让脾变弱，相对肝就作乱，所以我们要补脾。所以像党参黄芪红枣这些都可以。
好，但不是鼓励大家吃完甜食配这个茶就好，不要吃最好。可是我觉得延伸一下，就因为甜食里面啊，就是我们大家想到，就是台湾的水果都很甜，那这么甜的水果会不会也会对我们的肝造成影响？当然过多一定有影响，但是为什么我们常讲说果糖有伤害？果糖的确有伤害，但一个水果里面绝对不会只有果糖。它一定还有很多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很多很多的纤维。那这个纤维加上果糖以后，它就可以把果糖的升糖指数下降了。所以当你吃原型的水果的时候，大概都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建议还是不要过量。是，比如说苹果一颗就一颗，你一定要吃3颗，那一定会出问题啊。对，是。医师，你知道上次那个1分钟逆转脂肪肝的那个运动啊，其实很受欢迎，90多万次的观看。那今天可不可以请医师帮我们带来2.0的版本？没问题。对，今天呢要教大家3个可以疏通肝气的动作哦。第一个呢，我们把2只手交叉放在我们屁股后面，然后这时候记得要抬头挺胸，感觉你的头顶有个人把你往上拉，不要弯腰驼背的哦。抬头挺胸以后，手指交叉往下延伸，再来呢，把你的手往后离开你的屁股，你就会觉得你的肩膀被拉开了。再来呢，把你的头往上，这个动作大概维持15秒。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肩膀还有你的中间这条线整个十字就被拉开了，这时候肝气就可以疏通了哦。那第二个呢，一样我们来正面的动作，手指头一样食指交叉，然后呢记得一样抬头挺胸，有人把你往上拉，把你的手慢慢的往上，手掌朝上，再来呢慢慢的把脚跟离开地板，一样可以的话维持15秒，再放下来。第3个动作呢比较简单，你要在办公室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也都可以做，就是呢把你的脚翘起来，那我们的肝经在小腿肚这个地方，你就由下往上敲，敲完再由上往下把它敲下来，目的呢就把肝经把它敲松一点，因为肝气郁结的人呢，小腿肚会很容易紧绷，那敲完左脚再换右脚，这样敲敲小腿放松了，肝气疏通了，你的心情也会比较愉快哦。那今天教你们的这3个动作呢，每个动作大概做15到20秒就够了。那一天做3到4次都没关系，3餐饭后跟睡前都做都可以哦。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伤肝里面另外一个就是熬夜嘛，对，因为熬夜不是大家讲说爆肝吗？对啊，而且我们这个媒体圈最喜欢讲，我们需要年轻的肝。对，所以爆肝这个中医跟西医的看法观点是一样的吗？其实门诊中也很多人来问啊，尤其很多年轻人说，我最近都在熬夜，那我肝有没有问题？那其实中医有一句话叫预治肝病，当先食脾，所以讲的都还是肝跟脾互相平衡的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第一个肝主情志嘛，跟情绪压力最有关系。第二个肝藏血，跟你的血液也有关系。那血液又涵盖到你的正气的部分，就跟脾有关。所以我们讲说熬夜会不会直接伤肝？答案是不会，但是它会伤脾。它会伤脾。对，脾，我们讲脾为后天之本，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话，任何的动力来源都来自于脾气。我们有营养吸收了，就有这个能量可以使用嘛，所以讲脾为后天之本。我们常熬夜晚睡，过度消耗，脾就弱掉了。熬夜以后呢，你的火气又会大，加上情绪压力大，这个火跑到肝脏这边来，那不就等同于给这些坏人很多很多的能量，很多武器。当你的警力又很弱的时候，它就作乱了，这时候才会爆肝。但绝对不会说我熬夜个3天就爆肝，除非你本身就有肝的问题。是，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就因为其实在西医的观点里面，他们说肝纤维化之前都是可以逆转的。可是我很好奇是，那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是怎么看待呢？其实纤维化这个东西，以前因为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都会去外面学嘛，去跟诊。我就曾经看过一个前辈，他就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去处理肝纤维化或者肺纤维化的问题。用内脏来讲可能不好理解，大家想一下家里的菜瓜布，好几天没用，又去晒太阳，它会不会干掉？干掉以后呢，你突然要让它去碰水，水是进不去的，代表说它已经有点纤维了。那我们肝脏也是一样，中医讲肝藏血嘛，代表说它需要很多血来滋润它，一直有去滋润它，它就会保持湿润，保持柔软。久没有血以后，它就会干掉，这就纤维化。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治疗它？第一个中医讲要用活血化瘀的东西，去活血，然后去化掉那个瘀滞，然后再来呢，要用很多滋润的东西去把它弄得柔软。
那久了以后它真的会有点逆转。那我那时候刚好也认识一位肠胃科的主任，肝胆肠胃科主任，我就去问他，我说西医很像都说肝纤维化是不可逆的，但我跟诊的过程中看到有这样的例子，他说其实慢慢有 paper 也都出来了，他说其实纤维化是有逆转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听到肝纤维化也不要灰心，好好的治疗，好好去保养它，还是有机会。最后请医师再给大家最小的叮咛，就是到底平常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健自己的肝呢？好，刚刚讲了2个嘛，一个肝的问题，一个脾的问题，等于就是情绪跟饮食的问题。当然不是说叫大家绝对都完全不能碰甜食。当你碰甜食，当你喝酒的时候，你会觉得开心，那你就多少碰一点。所以主要还是情绪的问题。你不要因为叫你戒酒、叫你戒甜食，整天闷闷不乐的，也会闷出病来。所以做什么事情以开心为前提。再去做，是以开心为前提最重要。适量，谢谢志佳医师，谢谢医生。